模仿受害人笔迹的这个人，应该练过书法，对吧？没错，但是当时没有查到符合这一个特征的犯罪嫌疑人。要知道，当年的侦查条件远不如现在这么完善，所有的怀疑对象都是靠走访、靠摸排，查了很久，也没有线索。我看卷宗里提到，案发现场所处的环境是在一片深山老林里，这会让嫌疑人非常容易逃窜。当年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整座山林进行了搜查，还对周边的群众进行了详细的走访和摸底，仍然一无所获。山林多雨且地形复杂，给我们的侦破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哎，先登记再进场，住址电话都得写啊。我打台球登什么记？谁定的破规矩？我们老板说了，进贼了，所有客人都得登记。哎，上次那个小短裙是哪个人啊？不知道。哎，谢谢你的药水。你没长眼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可以推测出，近期两起案件的受害人杨光和马小泉，极有可能就是当年6·1案的在逃嫌疑人。杨光案的现场虽然有大量的移动状血迹，可他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而且他处于醉酒状态。我更倾向于他死于意外。不过马小泉的死，我倒觉得有谋杀的可能。没错，虽然马小泉的致死原因是窒息，但他的呼吸道内有烟尘残留。帐篷外的火堆，当晚的风向，这些因素都会加快他的死亡。所以，如果这个火堆不是马小泉自己点的，而是有人刻意在这个时间点火，那么谋杀的可能性更大。单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谋杀、意外都有可能。但是有一个点啊，这2个在逃嫌疑人在同一天死亡，这会是巧合吗？如果2起案件都是谋杀，那么凶手跟杨光和马小泉一定有一个核心矛盾。我觉得我们可以从6·1案着手去查。我们现在得先了解清楚当年6·1案的犯案过程，也许有多名嫌疑人，也许还有一些关联人物。但只有我们了解的越全面，我们才会距离杨光和马小泉的死亡真相越近。也许这2个人的死和6·1案无关，至少我们可以排除掉一种可能性，甚至还有可能破获当年的积案。难得戴法医今天请我吃饭，我都吃撑了。要不人家谢彤今儿有研讨会，你以为轮得到你啊？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感谢谢彤啊，要不然我哪有这机会？那是不是谢彤啊？你不是说他今天有研讨会吗？对面男的是谁啊？出来了，出来了。谢医生。啊，你好。黛玉，怎么这么巧？这位是，这位是我发小，这位是刘宇泽，我们科室的同事，你们俩说起来也算同行。幸会。哦，你好，你是哪个科室的？你们主要是管活人嘛，我主要管的是死人。而且呢，我当法医的吧，好久没摸过活人的手了，有点不习惯。那什么，石头，我先走了。课题方向呢，我心里有数，改天咱们单约。好，回头好好聊聊。好。哎呀，陈医师给我打电话了，可能案子有进展，我先走了啊，拜拜。什么课题啊？聊这么开心？啊，就是一个思维上很贴合的同事，我们俩从研讨会结束一路聊到了咖啡厅，总之有他在，我觉得我的课题指定是稳了。下午你就开始聊了，然后不是找我吃饭吗？我一直等着你呢。我忙忘了，不好意思。这是变天了吗？怎么觉得有点冷啊？暖和了吗？我忙了一天，也没来
得及吃饭。是吃了炸弹了。副局，我们对6·1案还有现在的2起案件重新进行了梳理。坐下说。副局，我们现在严重怀疑杨光和马小泉就是07年6·1案的在逃嫌疑人。同时，这11年内在江陵没有留下任何生活痕迹。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掌握更多有力的证据，但是他们的行为从侧面可以印证当年参与犯罪的事实。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只是第一步，我们要还原案件全貌，理清犯罪脉络。放置赎金的地点和案发现场有一定的距离，嫌疑人携带那么大量的现金，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真的是匪夷所思。而且我们当年对嫌疑人的整个体貌特征一概不知。确实，而且当年的监控覆盖率不比现在，当时监控保留的时间有限，这个嫌疑人的出逃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时发现冯幼宁尸体的时间是在案发5天之后，这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克服困难。对了，副局，杨光的父亲杨大勇出差在外，我们已经安排了便衣在附近蹲守，一旦发现，我们会立马赶过去。无论杨光做了什么，你只有如实的告诉我们所有你知道的事情，我们才能还你们一个真相。事到如今，孩子都没了，还瞒着什么？就都说了吧。阳光这孩子，怪我没有教育好他。爸，25万，25万啊！你得干多少年才能搞到这些钱？你儿子我厉害吧？几天时间搞定。儿子，你老实告诉我，这钱哪来的？爸，我说出来你可别吓着。小声点儿！你不是老说我没用吗？这次我给你长脸了，这钱是我绑架别人要来的。绑架？儿子呀，你这是犯罪呀！这警察抓了要判几10年的。这么严重吗？爸，那我该怎么办啊？有点声。从现在开始，你一切要听我的。好，爸，这次我一定听你的。老实跟我说，你和谁一起干的？马小泉。警察要是来了，我就说你出去打工了，把你的头发剪了，然后把你的纹身洗掉，想办法再把你的指纹去掉。等你跑出去之后，办个假身份证，最后再定进你一句，看你那个马小泉。好，我记住了。
杨大勇，你的行为不用我多说了吧？你应该很清楚，你已经涉及犯罪。我们现在要带你回局里，而你的态度，我们也会如实写进报告。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将由法院判定。侦查同志，孩子他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名罪犯。不是我听见警察来了以后我就跑了，我哪有时间杀人呢？是不是你啊？你把冯永宁把这事告诉警察，所以就把他杀了。不是的，爸，你别听他胡说，我真就脑子一热，我就想搞点钱。你不是说我没出息吗？总说我花他偷来的钱，我就想证明给你看。你就拿这事证明给自己。现在判不了死刑也得是无期了，我不想再进去了。跑吧，咱跑吧啊！对，跑，有多远跑多远。往哪跑？我买车票。不能买票，警察肯定会查车站的。我们走小路，然后找个地方办个假身份证。都听他的，打击回去。你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不能输。一个人被抓了，另一个人肯定会进去的。我知道了，叔，我姐就拜托你了。回去好好跟你姐道个别，收拾行李，今晚就走。哎，全儿，我们会好好照顾你姐的，放心吧。我懂了。据杨大勇交代，杨光和马小泉承认了自己的绑架事实，但不承认自己杀人。但杨大勇觉得，即便是绑架，以当年的涉案金额也得重判。而且马小泉之前坐过牢，也不想再二进宫，所以他们两个人才决定要跑。现场只有他们两个人，那么是谁杀了冯幼宁呢？现在绑架嫌疑人基本可以锁定就是这两个人，也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共同所为。这个还需要你们进一步深入调查。这么多年，没想到犯罪嫌疑人就在我们身边。当年要不是他们在电话里说了回山方言，让我们一度认为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现在想想，他们真够狡诈的，故意伪装了自己说话的方式，迷惑了我们侦查的方向。这个案件也给受害人家属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戴法医，马小泉的手机数据恢复了，说不定真是意外。这样的视频，马小泉还录了很多。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手法呀？丝巾捆绑棉被包裹木乃伊，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种特殊的癖好。这个群体经常会选在一些没有人的地方，用丝巾、床单、棉被等等这些布料来包裹自己，以此来寻求性窒息的快感。绳结都是提前打好的，然后靠着胶带和蠕动的辅助，把床单一层一层的裹起来。还真的有人这么干啊？这么说，马小泉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意外死亡的。咱们查了这么久，怎么能是意外呢？郑队，这两起案件怎么越看越复杂啊？自杀、意外、谋杀，这都没法定性。金金，你没事吧？没事，太滑了，没注意，脚部有油渍。你们说，阳光会不会是自己摔下去的？在摔倒的时候碰到了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致伤物就在这里边。楚蜜桃，回鉴定中心。
个伤口之间的距离和这个碗的直径完全相同，伤口形态和这两个尖端也完全吻合。要了他命的，就是这个碗。那案件定性的话，是意外吗？第29组，第30组。要不歇会儿吧？必须尽快得到结论，案件才好定性。继续吧。这次摔的，应该是最接近案发现场的一次，而且这次的力度，应该和阳光醉酒状态下差不多。不过这概率也太低了，我们实验了这么多次，3点枪成功只一次。我们现在可以肯定，致伤物就是那个碎了的碗。当时他人顺势倒地，而那个碗垂直地扎入了他的颈动脉。如果我们没有新的证据和新的嫌疑人的话，那可能就是一起意外。第一处血迹在桌子旁呈血波状，合理。但假设这是一场意外的话，那房间里移动的血迹又怎么解释？因为他的颈动脉被扎穿不会立即死亡，当时阳光发现自己受伤，他一定会想办法自救。但是由于他体力不支，所以他在站立的时候会寻找支撑物，这样才会在墙上留下他的血手印。那窗帘上的血手印，会不会是他想去窗台拿自己的手机，结果意外手机掉落，所以他只能去门口自救？然后他体力不支，最终没有打开房门。在一个满是血迹的房间里，在不破坏现场的情况下，找不出第二个人的生物信息，最大的可能就是房间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估计这阳光做梦也没有想到，逃亡这么多年，最后要了他命的，会是一纣。马安全不也是吗？他一定没有想到木乃伊混装法会要了他自己的命。怎么就不接呢？雪球，用你的手机打。李雪球，瞎！不接了，他不接了，1天了，宁宁就不会出事了吧？不可能，我们已经把钱给他了，宁宁不会出事的。咱们报警吧。郑队，马小西来电话了，说有情况向我们汇报。高长四全，你们继续。陈医师，你跟我走。这福字是小泉走的那年写的，每一年我都会贴一张。到今年，这最后一张我也贴完了。弟弟在，这个家就在；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也就散了。哎，我来吧。
这是你弟弟留给你的祝福，你收好。对不起，我撒谎了。前段时间我见过他。小泉，能不能不走？姐，你听我说，如果警察来了，替我把钱交给他们。发生什么了？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这是小泉当年给的钱，全都在这儿了。你们可以数数，20万，我1分没花。我良心上过不去，我也不敢花。马小泉后来经常回来看你吗？其实后来这几年，我一直都知道他在江里，但是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每年春天偷偷的回来，都会在院子里放一棵树苗，我全都种在地里了。我也不敢离家太远，我就怕他有一天回来，看不到我，就又走了。但是你知道他回来了，为什么不劝他自首呢？我劝过，后来我也不敢再劝。他毕竟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是我的弟弟，是我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亲弟弟，我怎么舍得把他送进牢里去啊？你们相信我，他不是一个坏到骨子里的王八蛋，他抢来的这些钱1分都没有动，他不想做这种事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但你想没想过，别人失去的也是他们的亲骨肉，一条人命啊！那个女孩死的时候才20岁，你心疼你弟瞒着不说，但你知不知道，法律的底线不可践踏，包庇也是要坐牢的。哎，你别，有什么话你起来再说，好吧？嗯。家属要杀要剐，我都认；他们要我坐牢，我也可以接受。但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再见小泉最后一面，求你们了。马小泉房间在哪儿？是那个，窗怎么是开着的？我记得我关了的。来，你先让一下。晶晶，马小泉有家里钥匙吗？有。37码的鞋印是从窗户延伸至卧室，并且只在桌前做停留，对方的目的很明确。而从脚印的覆盖程度来看，马小泉应该是后来的，他来的目的应该就是想拿走墨盒里的东西。戴法医，
那天晚上检测出了磁粉的成分，而且量还不少。另外，阳光肘部的油渍和桌面一致，但是和饭菜里的完全不同。郑队，木盒上有马小泉留下的指纹，还有一组戴手套留下的指印。先后顺序呢？指印在下，指纹在上。你们看这儿，37码的鞋印是从窗户延伸至卧室，并只在桌前做停留。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这木盒里的东西。从脚印的覆盖程度上来看，马小泉应该是后来的。要是说他回来看一眼自己钱在不在，我还能理解。看这东西干什么？也许这墨盒里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重要到有另一个人也想要。我去找一下代法医。就算那枚碗底真的有铁粉，光靠这枚磁铁就能定位吗？当然能，这可不是普通的磁铁，这是女铁硼磁铁，强磁。现在有了磁铁，还有油渍作为证据，那就可以定性为谋杀。目前这2个案子的情况就是这样，阳光是被人谋杀，而马小泉还在侦查阶段。我们假设马小泉也是被人谋杀，那嫌疑人策划这2场缜密的谋杀一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他一定对阳光和马小泉有充分的了解，对在逃嫌疑人了如指掌，并且费尽心思想要杀到他们的人，很有可能和当年那起绑架案有关。那难道是仇杀？目前已知和2名嫌疑人都有仇的，只有6·1案的受害人冯幼宁的家属，也就是冯廷业和李雪雄夫妇。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他们2个长期在江陵生活，而且在江陵开了几家家纺连锁店。自从女儿冯幼宁出事之后，他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这样吧，先从侧面去查他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老公，上周看的那套房子赶紧定了吧，这破小区老停电，我这大着肚子呢。知道他是谁吗？知道吗？你想干嘛？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呀？关你什么事？不该怀孕。几个月了？几个月了？你不该怀孕！放开我！放开我！你不该怀孕，知道吗？这个有10套是吧？这红的有多少？你好，请问您是门店负责人吗？啊，我是。请问你们是？公安局的。过来了解点情况。哦，那咱们这边聊。你先盘啊。
坐，谢谢。怎么称呼？姓程，程康仁。门店生意不错，哎，你们老板人呢？老板、老板娘都在忙啊，所以平时就是我照顾店。来，喝水。您来这几年了？哎，算起来得2年多了。2年？这2年你就成了门店负责人，你这业务能力不一般的。没有了，没有了。我跟老板、老板娘呢又是同乡，还是同学，所以他们关照我。要不然你说我这样，我上哪能找到好工作啊？是不是？4月5号那天，冯廷岳和李雪雄在哪儿？你有印象吗？4月5号，4月5号我应该在店里，他们在哪我确实不知道。怎么了？没事，随便问问。郑队，你稍等一下。哎。什么又出现了？3月18号订的货，昨天才到货。这个嫌疑人明知道马小泉收不到，还是把它放在里面，这就说明，这个纸牌根本就不是给马小泉看的，是给我们看的。您好，警官，我想问问，我这批货是有什么问题吗？啊，没什么问题。程老板，你这批货什么时候到的呀？昨天到的。昨天到的，谁签收的呀？我店里的货肯定是我。那，你签收的时候有没有打开检查过？会，但是这批货到的比较急，我还没到出时间检查呢。那从昨天到今天，冯廷业和李雪琼回来过吗？没有，老板在出差，没过来。这个被子我需要带回去检测一下，你放心，检测没问题，给你送回来。还有，我需要调一下监控。啊，行，没问题，好吧，我们全力配合。监控在这边，我带你去。辛苦。你这次跟谁出的差？身上怎么会有女人的香水味？助理，你不是认识吗？那客户呢？你是想让我赚钱养着你呢，还是让我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让你伺候我？哎呀，那我不是给你洗衣服了吗？不是，你今天你老婆都差点把我推下楼了，你准备怎么办啊？那摔的又不是你。姓冯的，你再这样，我明天就去把孩子打了。哎呦，说什么呢？来，快坐下。你呀，要注意胎教，别吵吵了，我在改离婚协议呢。啊，老公，那你记得得给咱们儿子多留点啊。事情啊，也不能做得太绝了。这些年，他过得也不舒坦。我不想他离婚后还要为经济发愁啊。冯总出差还没回来吗？你别打了。廷业最近挺忙的，我在这儿陪他就行。你在这儿照顾他老婆算怎么一回事儿？他就那么忙吗？只要他能好，谁照顾都一样。这么多年，我不也这么过来了吗？可她需要的是丈夫的关心和帮助，不是朋友的。朋友的爱也是爱呀。我尽我所能，只要他能好过一些。那你为什么让他知道关庙的存在？这是我们的私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想把他再逼疯吗？我没有，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行，但是冯廷业给不了。你能给？我能。他需要吗？他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我的患者，也是我的朋友。他已经过得够可怜了，我不希望他再因为感情的事情受到伤害。而且你的存在，只会让冯廷业离他越来越远。
观自心，静自性，当圆满境。平时这么忙，怎么突然想起来约我？其实大半夜叫人喝咖啡，真有你的。不好意思啊，我们干警察的嘛，尤其是像我这样干法医的，就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带法医。其实呢，我找你来是想问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你说，如果有2个人，他们彼此又不接近，也没有离得太远，就这样维持了长达11年，他们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啊？你是想问我，从犯罪的心理来说吗？你什么时候在我面前这么矜持了？啊？我有吗？首先，心理支持，知道彼此靠得很近，可以让双方缓解恐惧还有孤独感。其次，空间位置很近，可以让双方在潜意识里觉得在有需求时能迅速的从对方身上得到帮助和关心。但是，太过亲密的接触也会让双方加剧心理的压力，所以适当的距离可以让双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正常的心理状态。人嘛，总是想要满足心理的平衡。是，谢谢。女生的脸怎么乱动？哦，对不起啊，因为我平时碰的那些人，他也说不了话嘛，就没人告诉我。你喝你的咖啡，看不看我画眉毛？不渴，看你的眉毛就不渴了，画眉止渴吗？好了，塑料袋，时间不早了，不陪你聊了，明天还要上班，走了。好，我送你吧。不用送了，以后有问题可以随时咨询我。啊，好，记得把单买了。啊，先生，这是您朋友的眉笔，还有账单。冯老板，我们需要您提供店员的信息，以及工厂和配送人员的资料。上个月到现在啊，我一直在出差，昨天才回来。有些事情我也不大清楚，这事儿还要找程康仁程总，他是这家门店的负责人。4月5号，您太太李雪琼去哪里了？她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一般呀都在家待着。还有一件事，啊，你说。这2007年，您女儿冯幼宁被绑架，你们交的赎金，凶手找着了？还在找。雪琼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我们对女儿也总算有个交代了。对了，这个钱是怎么找着的？钱上有编号，我们顺着编号发现了一些线索。至于具体的细节，就不向您透露了。等这个案件完全结束之后，这笔钱会还给你们。钱不是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就先走了。慢走。对了，桌子里和床单里的2个纸牌有没有检测出什么指纹或者其他物质的残留？没有发现指纹，但现在还不确定有没有其他物质。啊，不过我在查了，明天应该能出结果。
这店里除了陈康仁，也没有别人动过货呀。哎，你们说牌面会不会有什么含义啊？一张梅花 K， 一张方片5 K5，5K。正对，我来送报告了。哎，快说快说！买药全家37码的脚印里出现了柴油的成分，和现场小火堆里面的那个柴油成分是一致的，印证了我们的猜想，这堆火就是嫌疑人放的。这2个案子都出现了制牌，而且还是给我们看的。既然放火的人不好查，那就查放牌的人。这个是当时裹在马小泉尸体上的床单，这个是我们在郝梦来家访那儿拿回来的带有扑克牌的床单。这2个床单质地非常相似，应该是同一种货。我们量一下他们的数据。克重除以面积，17.87毫米。抛去损耗，那出厂的时候应该在19毫米左右。这块现在居然有25毫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我有查过郝梦来家访的订货记录，陈康仁当时让工厂做的就是19毫米的床单，也就是说，这不是误差，是有人调包的。所以那块扑克牌不是后来放进去的，而是有人提前准备好了。对，然后去找郑明，让他从货源查这个25毫米的床单到底是谁家的货，还有什么时候调包。好，我现在就去。没错，这是我家的货。订货人的信息有吗？这款我们有现货，都在那儿摆着呢，不用订。最近这1个月，谁订过这款床单？你还有印象吗？那谁记得？最近结婚的这么多，我们店这个月都卖出去10几套了。能看一下监控吗？监控？我们这儿没监控。每件货我都会包装好以后，然后亲自配送。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肯定当时就拿出来了。你跟我们说说，你从工厂到门店的路线。我通常都会走这条路。那天运货途中有停留吗？啊，汇鑫街有个公共厕所，我当时抽完烟，方便了一下。锁车门了吗？好像没。哎，郑队，你们查怎么样？传单是嫌疑人从造梦家访买走的，但什么信息都没有留下，监控也没有。如果工厂和店里都没有被调包的可能，那么只有可能是嫌疑人在趁配送员上厕所的时候换的。丢三落四的，下次别忘了。谢谢你还专门送一趟，我请你吃个饭。好啊，但是下次吧，没时间啊。谢彤，这个病人，你能给我讲讲吗？他女儿07年被害以后，就开始变得精神不太正常了，挺可怜的。自从我女儿出事之后，人就疯了。最近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非要说自己见到了嫌疑人，就一直画画，动不动就往公安局跑，说要报警。谢医生，拜托了。不着急，慢慢画。这个花样是怎么回事？哦，这幅画说起来就有意思了。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和我说他见过绑架他女儿的人，所以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在画那个人，直到去年10月，他说他把那个人画出来了。谢医生，谢谢你。
所有人，只有你相信我，我终于画出来了。谢谢你。需要我帮你报警吗？我去了。没必要。也许他真的见过吧，毕竟他画出来了一个人。要是你方便的话，就对照着这个画像帮他找一找。如果真的抓到了真凶，对他的病情也有帮助。他现在怎么样？其实从我接手他开始，他就没有疯疯癫癫的状态了，只不过家属不放心，所以找我继续治疗他。所以他现在患的不是精神病，更多的是心理的问题吧，抑郁、焦躁，可以说她表达情绪的方式极端一些。我觉得跟她丈夫出轨有很大的关系。前2天就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闹到医院来了。前2天，严重吗？这几天都是她的朋友陈康仁在照顾她，等我找机会帮你问问。行，谢谢。喂，谢医生。雪群的状况不是很好，等他醒了我再看一看。如果状况不是很好，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2位警官，坐。这个是为你们准备的2016年以来的客户登记表。你们查 H2508货号就可以了。货号一直是这个数字吗？对，一直都是。有没有字母 K 打头的款式啊？字母 K 啊，我们没用过这个。怎么了？没事儿，我先找找吧。我看你刚才打电话，李雪琼怎么样了？好点没有？雪琼不是很好。我这不是回来收拾东西，准备再去趟医院吗？哎，我来吧。啊，嗨，哎，没事，麻烦你啊，没事，帮我看看电池在不在。有的。哦，这还会响啊？这也要带过去吗？对，这是带给雪琼的。啊。他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就安稳多了。雪琼，雪琼，雪琼，你在哪儿啊？雪琼，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警察，我女儿被人绑架了，我把钱都放在天外天了，我求求你了，救救她好不好？你救救她！你干嘛你？神经病！哪儿的？我姐姐。雪琼，雪琼，雪琼，对不起，我来晚了。警察来了。警察终于来了。喂，不行，说好了1分钱也不能少。过2天我去取。老子劝你莫耍花包，1分钱都不得少，听到没得？哎，你谁呀你？就是你。就是你。没事，对不起啊，他这有点问题，没事，对不起，他这有问题，你看好你。我看好，对，哎，对不起，雪琼，他只是个路人，是，你冷静一点好吗？哦，我知道，这样，我先买单，然后我陪你一块追的啊，你等我啊，你等我，来，你给我分账，多少钱？像马小泉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马小泉头小耳朵大，在这个画像里，他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而且根据陈康仁回忆，李雪琼应该是认出了马小泉，所以他也有很大的作案动机。假装制造2起意外，以李雪琼的精神状态，她有能力完成这一切吗？可是他的的确确把马小泉画出来了。16年到18年，整整2年时间，如果他精神正常，完全可以谋划这一切。郑队。 马小泉的那个图书票群里有问题，有一个人通过群聊加了马小泉，让他在4月5号录一个表演秀，还限定了时间，限定3小时。最关键的是，让他录像的人是李雪琼。走，去找李雪琼。是。李律师。郑警官，你们这是？陈老板，您来的正好，我们敲了半天门都没反应，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您知道他人在哪儿吗？哦，哟，这个点应该还没起床，麻烦钥匙在这儿。哦，好，是这个吗？谢谢。进来吧，雪琼有洁癖，大家先换个鞋。我们带了。雪琼。 雪琼，我进来了啊！雪琼，指甲上有损伤，像是自缢的过程中挣扎留下来的。尸斑主要集中在下肢，有点状性淤血。床边距离脚跟51.4厘米。 郑队，他昨天应该是要招待什么人，不然不会买这么多菜的。另外，这是我从他衣服口袋里发现的购小票。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例行的问询。陈先生，好。除了你和李雪琼之外，还有谁有这个房子的钥匙？冯廷业。那你最后一次见李雪琼是什么时候？昨天。 我把雪琼从医院接回来，看她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那你去了哪儿？我回了店里，整理一下货物。警官同志，一定是冯廷业干的，你把他抓起来。这个我们警方自然会调查的，请你注意情绪，陈先生。节哀吧。 怎么样？如果是踩着床上吊，那床沿上肯定有足印，但是我刚才看了，完全没有这样的印记。啊，还有，刚才我量了一下死者脚底到地面的高度，还有和床之间的宽度。郑队，这个现场不太对。金坚，联系上冯廷业了吗？联系不上。她老公是不是经常不在家呀？这床头连根短头发都没有。应该是不常回来。 我刚去厕所看过，他的牙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而且剃须刀也处于无电的状态。哎，律师，你看这鞋纹。郑队，郑队，你看这双鞋，这双鞋中间有横纹，马小泉老家现场留下的痕迹也有横纹，而且都是翻新。拿回去做比对。 翼沟显宽，表皮剥落很轻。软翼沟，
那就应该是围巾留下的。上口八字不交，颈前部位最深，符合自己的特征。舌根部有淤血，舌骨大角骨折，左侧比右侧严重。舌骨大角骨折，勒索位置还偏上，大概就是在甲状软骨的位置，和现场的状况差不多。奇怪，指甲上有损伤，但是双脚下一点都没有。他的指甲有损伤的话，就说明他是在上吊的过程中，双手自然去握紧了绳索，所以才会有这种外翻性的损伤。还有那条羊绒围巾，按理说他的指甲应该嵌有羊绒围巾的纤维，但是你看李雪雄的指甲，是不是太干净了？